美貌只是说的外表吗？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普遍的答案，但心理学的研究很清楚地表明，让我们有吸引力的不仅仅是漂亮的脸蛋，我们的个性、行为、态度，他们都创造了一系列影响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特征。但不管是否像照片上一样漂亮，一些不那么招人喜欢的习惯也会让别人把目光移开。那么是哪些习惯呢？且听我们一一道来。我下次会去的。有时候就是完全不想社交，被同事、学校的朋友邀请出去玩，就找个借口跑回家。也许内向的你今天过得特别辛苦，或者只是想一个人看网飞，这完全没关系。但如果这发生的太频繁了呢？社会心理学建议，如果想变得有吸引力，避免与他人共度时光并不是上策。根据曝光效应原理，我们往往更喜欢经常看到的东西。在1992年的一个经典实验中，经常上课的学生更受同学喜欢，仅仅因为他们经常被看到。还有一个原则是就近喜欢，这意味着当与他人反复接触时，更倾向于喜欢他们。2008年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课堂上坐在一起的学生更有可能成为朋友，起码下次被邀请时不要拒绝那杯咖啡。看着我，自信当然是值得努力的，但过度自信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心理治疗师理查德·乔尔森发表在《今日心理学杂志》上的一篇文章中说，我们会认为自夸的人傲慢，以自我为中心，甚至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如果不停谈论自己的成就或成功，可能会无意中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。2014年发表在《积极心理学杂志》上的一项研究，让2组人阅读假想学生的描述，有些描述自信而谦逊，比如我是很好的学生，不是书呆子，别人说我很聪明，但我不喜欢被关注。另一个描述则表现出了一点自夸的口吻，我是好学生，也很聪明，但绝不是书呆子。我想这是天生的。在实验的后期，受试者更愿与那些谦逊学生有更大兴趣，开始一段关系。所以不要过分自夸，可能会招人烦哦。夜猫子刷抖音或刷油管直到凌晨，是谁晚上的日常吗？或者静静地抱着爆米花在追几集最喜欢的节目，如果这听起来像你，可能该重新考虑下这个习惯了。2010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，调查了睡眠不足的人的吸引力。研究人员给2组人拍照，一组是前一天晚上睡了8小时的人，另一组是31小时没睡的人，然后研究受试者必须按照预期对这些照片进行评分。研究人员发现，睡眠不足的人看起来更不健康，也更没有吸引力。看来少睡不会让谁有更多的约会。悲观，谁都会时不时陷入悲观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谈论自己的感受可以感到轻松，但这种习惯有吸引力吗？未必哦。2007年德国研究人员做了一项研究，请受试者听一些对话录音，其中有乐观、现实和悲观的人，谈论他们如何处理压力情况。听完后，受试者填写问卷，评估他们听到的人的性格和吸引力。结果表明，如果听乐观和现实的人说话，他们的看法要比悲观的人好得多。所以，即使不是最乐观、最快乐的人，在黑与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，至少现实一点，也会让你看起来更有吸引力，而不要简单的沉浸在消极情绪中。搭讪底线，性别歧视很性感吗？这就是研究人员2020年发表在人际关系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名称。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研究表明，性别歧视的幽默当指向异性时，会让人觉得不吸引人，甚至有攻击性，即使不是故意的。拿性别刻板印象或性别规则开玩笑，会让对方翻白眼、尴尬，并试图离你越远越好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开玩笑，只是要确保笑话是有品味的，不会伤害到任何一群人。你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这些行为吗？如果有，别担心，每天都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新机会。改变一些不吸引人的和不健康的习惯，可能会吸引别人靠近你，但最重要的是，它会让你感觉自己很棒。大家还可以看看以前那支10个让你更有吸引力的惊人习惯的影片。记住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认为你真的很好。永远不要忘记，自己很重要。